下雨了，我送你吧。你不是着急，算了吧。还有时间。警队上车了。催你呢，没事儿，我反正值夜班值惯了，这也不算晚。我打车。对不起。那你到家给我电话。嗯。还以为你跟我一样，是游戏人间的花蝴蝶呢。没想到你对一个狗尾巴草这么认真。小夏，那个邢克磊今天约我吃饭，说是上次把我扔在了那个薰衣草花园的门口，今天补偿我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他说晚上还要回基地，我就好心约在了一个离他基地比较近的地方，然后他就搞了一大堆他的同事。他们队还来了个女特警，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好像舒文波跟他比赛都输给他了。然后那个女特警跟我敬酒，问我是不是邢克磊的女朋友，我当然不是了。原谅我在你心房呢喃，你流浪的梦的温暖，我不怕为爱在奋不顾身，我只怕让你为难。原谅我在你心房呢喃，一双手怎足够勇敢？就算我总听不进你的期盼，能否别再让背影显得太伤感？从餐厅打车回去最多也就40分钟，这都1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发微信啊？不是的，他就是我曾经的教官。这算公开拒绝吗？还是不好意思啊？今天约他出去玩，他还挺高兴的呀。原谅我在你心房呢喃，你流浪的梦的温暖，我不怕为爱在奋不顾身，我只怕让你为难。原谅我在你心房呢喃，一双手怎足够勇敢？就算我总听不进你。你到家了吗？谁啊？我。有任务？没有。睡不着，聊会儿天。哎，你妈这次来玩的开心吗？开心，她现在迷上广场舞了，回家没人跟她跳，现在都舍不得回去。我看舍不得的不是广场舞吧，是儿媳妇儿。你怎么也给我开这种玩笑啊？我跟小夏本来就不是很熟，她就是一时热心。我也没说是小夏。哎，
你不觉得今天晚上奇奇怪怪的吗？你也发现了？发现了。那这怎么回事？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，那就不对劲儿。怎么个不对劲儿？我觉得，因为卓文静。卓文静？对啊，咱们警队现在突然多了一个女警，你不觉得李念跟罗挺那俩小子今天那么热情，这肯定有问题。真是块木头。哎，邢队，没说完呢，你。哎，你今天看咱们邢队和米医生的样子，你就没看出什么？邢队想追米医生，你也看出来了？我又不瞎，那桌上是个人都能看出来。那你说，米医生喜欢咱们邢队吗？不喜欢吧？他不当众否认了吗？而且你看，邢队请他吃螃蟹，他死活都不肯吃，很明显就不想跟邢队套近乎。米医生也是，那螃蟹挺贵的，那最后害我都给吃了。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，怎么不对？你呀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啊。我问你啊，今天咱们在哪儿吃的饭？餐厅。那废话，那肯定是在餐厅啊，那在靶场吃子弹。我的意思是，餐厅是不是离米医生的医院很远？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很在乎这顿饭，然后他是见到我们之后才变得奇奇怪怪的。你说我这关怎么老过不去啊？你要先把这个消了，然后把他再消。谁呀？李念。邢队，你邢队有任务啊？说了。邢队，聊什么呢？没聊什么，我俩玩消乐的。来，继续。邢队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乱说了。你刚才说，米医生其实很盼着这顿饭，来了之后却奇奇怪怪的，然后呢？然后螃蟹就上来了，说不说？说，然后就看见卓文静还有我们一大堆电灯泡，那你是要单独约他吃饭的吗？这多了我们一堆人不说，还多了个漂亮女孩，那就好像米卡单独要约你吃饭，然后带了个帅哥，然后跟你说这是同事一块儿吃，你怎么想？我怎么想？那不还是因为你吗？说什么要一起吃饭？不是。那照你这意思，其实他很希望单独跟我吃饭。对。今天太抱歉了，说是单独请你吃饭，还让你那么远赶过来，最后也没能送你回去。哎，邢队，我在电影里面看过，这女孩说没关系就是有关系，说不要紧就是有事儿。滚！晚安。邢教官，我已经不是你教官了。习惯了。那个，
你没淋雨吧？没有啊。这好像已经是我第2次把你扔雨里了。好像是的。我保证，不会有第3次。有第3次也没关系。我以为你不会给我第3次机会。那咱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嘛。我在医院听那些师兄师姐们说，经常约着会一个电话就被叫走了，这是很正常的。那下次约会你可以随便放我鸽子，多少事都行。咱们俩这算约会吗？啊，那就缺一次正式的约会吧。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我今天白班，明天后天小夜班，然后大后天大夜班，然后就可以休2天了。哦，那后天下午可以吗？好，说定了。早点休息。你也早点休息。哎，晚安。晚安。看着点那个体温啊。走。米卡，你不小夜班吗？这么早就来了？邵主任有个讲座，我去听一下。哎呦，你这是邵主任的忠实粉丝，每个讲座都不错过。邵主任这么忙，每个月还能坚持给住院医讲座，不听才是傻子呢。那倒也是。哎，你说谁傻子呢？2杯拿铁。林莎，哟，你都买过了，我还说给你买一份呢。这是给邵主任的。哦，邵主任。喂，妈，家里没事吧？哦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跟我爸这2天在家千万注意安全啊！这丽南县离这也不近啊，这震撼怎么这么强烈？毕竟7.8级地震，看新闻说路面都坍塌了，挺严重的。医生，我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刚才到处都在晃？是不是地震了？是地震了，但是是丽南县地震了，离我们这有1000多公里，不会有社地震啊。可是大家都在跑。刚刚电视台发布的消息说，我们这只是轻微震感，不会有破坏性的，你不要担心啊。那么远，震感那么强烈，很严重的吧？是的，你先安心躺着，有什么问题我第一时间来通知你啊。我是魏兰。好的，去院办开会吗？马上到。陈涛，怎么了，魏主任？控制好病人的情绪，千万别出差错。好。灾情紧急，这也是第一次成建制的抽调公安特警参与救援。你们马上抽调猛虎突击队作为先遣队，今晚立即赶赴灾区。是，收到。邢克来，马上通知猛虎突击队，全员立即集合。哎，领导。啊，好，知道。手里活都放一下，咱们去开会，快！任队，在
咱们的液压破拆攻击不太高，需要再调一些过来。行，我马上去调配。好，祖母，灾区的地势复杂，所有人的配置装备一定要精简。还有，听说那边的食物物资非常的匮乏，至少准备每人10天的干粮。明白。来，全体都有，立正。刚刚丽南县发生了7.8级大地震，总部已经下达了预先号令，命令我队以航空方式快速抵达震区，执行抗震救灾任务。金克磊，你来宣布一下出发时间和纪律。今晚6点，60名突击队员集合出发去机场，5人一组，罗挺负责电台海事卫星电话，其余每名队员随身携带手枪、手电筒、救援绳索、雾化机、铁锹和3天的干粮。后勤保障部门负责运输液压破拆工具、防火服还有生命探测仪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同志们，到达灾区以后，一切行动听从救灾指挥部调遣，竭尽所能，抗险救人。好，各自给家里打个电话吧。解散。喂妈，啊，我好着呢。啊，你新闻都看了吧？哎呀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放心吧。啊，好。哎，姐。刚才丽南县发生7.8级地震，我宣布，我院立刻启动应急救援方案，必须全力配合救援灾区，全院停止休假，派遣各科室医生、护士，组成医疗救援队，马上出发，前往灾区。何主任，你来宣布一下这次医疗队员的人员名单吧。好的，请各科室负责人记录一下。骨科王健、杜鹏、朱浩斌、顾洪峰；普外李晨杰、王杰、王希雅、王丽；急诊外科魏兰、周哲、陈涛、陈小燕；神经外科贾丽、林志杰、王茂、徐敏。现在人员十分紧缺，除了名单上的人以外，请各科室主任做积极的动员，在保证科室正常运转的情况下，尽可能多的征集救援志愿者。半小时以后，把志愿者名单送到院办来。张院长，这地震之后，主要的伤情是以骨伤、外伤还有脑外伤为主，所以神外这一块儿，我可以带队过去。太好了，贺主任，稍后你和邵主任一起整理一份器械和药品清单。陈主任，你安排后勤部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，并且安排好车辆。好的。请各科室的医生交接好手上的工作，2个小时以后在医院集合出发。辛苦各位，散会。互相照应啊，辛苦了。天哪，你看呀，你看道路都塌了。是啊，没想到这么严重。这次地震这么严重。对啊，你看这儿。哎呀，不是，你看这条线，我快接不好。这么多呀，这次。是啊，什么时候？你看这个。什么时候没事吧？大家都静一静。我听说邵主任会带着去救援。真的？真的？是。听这几个人。看样子大家都很关注地震的情况，是吧？咱们院里也一样，所以启动了应急的方案，会派救援队去灾区救援。我现在念一下啊，现在是初拟出来的救援队名单：贾丽、林志杰、杨敏如、霍一成、王茂、徐敏。其他人还有谁想去？邵主任，我从小在丽南长大，那边的环境我熟，我想去。好，邵主任，我也要去。邵主任，我也去。邵主任，我也去。好，邵主任，我也去。我们也去。好，那就大家一起去。那好，
请大家各自安排交接好手上的工作，回家收拾一下。6点在院里集合出发，到机场。好，连生，把咱们手头的病人的资料整理一下，交给黄医生啊。好。这次我们参加救援队的名单已经出来了，我们科室是我、周哲、陈涛还有陈小燕，但是人员还是不够，还有谁能参加？兰姐，我去。好。曼曼，你别去了，你下个礼拜举行婚礼，再说我们去就行了，这里也需要人手。周哲，虽然名单上有你，但是你老婆前2天刚出产房，这次你也别去了，我找人替你。放心吧，主任，他也是医生，他能够理解。陈涛呢？我必须能去。好，陈小燕，没问题。好，还有谁？我一个，我也去。魏主任，我也去。好，陈涛，一会儿你把名单统计一下，看看都有谁，然后交到院办去。好。所有参加救援的人，尽快交接好手上的工作，回家收拾东西。我们6点钟集合，出发去机场。是。哎，妮卡，柯小姐，我正要去医院找你呢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要去丽南救援？是，我收拾东西，马上就要出发了。克磊刚刚打电话让我把这个应急救援包给你。谢谢。在那儿注意安全啊。对了，邵主任是不是也要去啊？是，邵主任负责带队。哦，那你们一定照顾好自己，有什么需要我的就跟我联系。我在药材物资方面有很多资源。好的，放心吧，柯小姐。好，我去收拾了。好，快休息。全体队友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稍息，立正。一会儿，我们所有人的装备放在第2辆车上，我们坐第1辆车赶往灾区现场，要在第一时间救更多的伤员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楚。全体队友，上行列。大家都别慌，刚刚应该是一次小的余震。我们现在离丽南县呢还是有一段距离，所以危险性不是很大。这一晃呢，我看大家也都醒了，那我就说明一下啊。一会儿我们要去的地方呢，就是指挥部在秋山县设立的医疗大本营。这个呢是我们车可以开到的，离镇中丽南县最近的地方了。这个医疗大本营呢，是由部队提供的救援方舱组建的。除了我们，后续还会有其他医院的医疗工作者会在之后过来跟我们一起工作。医疗大本营呢，实际上是一个分诊的中心，会根据我们收治的伤者的受伤程度轻或重，来决定是给他送到后方的医院接受治疗，还是在这个大本营接受治疗。所以呢，魏主任到了之后
会带领急诊科的医生开始他的工作，分诊，还有第一线的基础救援。其他人呢，到了马上去调试机器，安排轮班。希望明天早晨我们整个团队可以开始我们的工作，救治伤员了。指挥长，江宁市特警支队队长郝一成率领猛虎突击队第一批队员，共60人向您报到。辛苦了，郝队长，辛苦了。都安顿好了吧？安顿好了，共住在5个帐篷里。有什么任务，请您指示。好。还有一点，我想强调的是，进入灾区之后，务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我们安全了，我们才能救更多的人。在我们医院的时候，大家的工作量非常的大，很辛苦。但是即将面对我们的工作，只会强度更大、更辛苦。工作间隙，找空休息，保存体力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吗？明白。这里的方舱啊，刚建立不久，很多仪器设备也都是才送到的。每天这里需要治疗的伤者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根本来不及做手术啊。像现在这样乱哄哄的肯定不行，必须得建立有效的分诊制度，这样才能够把有限的医疗资源全部分配给那些需要紧急救治的伤员。后送这个环节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提高重视。目前这里通往内南县的所有的道路已经中断，先遣部队已经徒步进入镇区，抢通道路。现在各地前来支援的医护人员也陆续到达了。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障这医疗救护大本营的建立。明白。这里是离镇中最近的医疗救护大本营了。随着灾民的陆续撤出，会有很多伤员送到这里。你们要协助维持好秩序，在保证伤者有序就医的同时，一定要保护好医护人员和器械药品的安全。是。